们的族谱，常州菜，常州名鸡，智能化厕所啊，它叫刘强东。这垃圾桶站的齐不齐？是还看看有什么？前面的休息区是不是更贵？早上好，早上好，我是 Melody，我是 Kevin。现在真是早上，因为时间实在是比较早啊现在还不到6点，我们又出来了啊我们其早实早饭都吃过了。我们早上5点出发。对，上海呢有那种24小时的包子豆浆铺，买了几个热腾腾的肉包子、菜包子。当然，在上海它不叫包子啊，它叫肉馒头、菜馒头，这叫馒头，叫馒头啊，馒头里对加着肉，加着菜，它是这么个对形容。对，菜馒头、肉馒头。对，在北方呢，这个肯定一样分的，包子就是包子啊，馄饨就是馄饨，饺子就是饺子，对馒头就是馒头啊。然后我们今天这么早出发呢，因为我们今天要北上啦。对，现在呢，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是免费的。我们其实是等了2天，因为对人家那些都真的是开车回老家呀，或者开车出去长途自驾游啊，要赶着国庆7、8天的假期出去，并且回来。啊，我们也是最主要是想休整2天，虽然说这2天也没怎么休整。再加上正好啊，如果说今天这样在国庆假期中间走的话，就不会太堵车。对，长途的车肯定都已经走了啊，基本上路上遇到的都是短途的车了。而且我们也没打算在这7、8天之内就回来。现在我们停在这儿呢，是接我那个堂哥啊，我们先一起去那个江苏。对，然后呢，他坐高铁回上海，我们继续北上。当然，这跟很多上海人都一样啊。Melody 的父亲呢，祖籍是江苏的常州。对，先去这个老家看看。他们还有一个祠堂嘞啊，对，他们这个宗姓的祠堂其实都特别有特点，也是个比较传统的一个家族啊。好的，我们路上见了。在北上的路上，我们来 Melody 他父亲的祖籍所在地啊，来看看他们的老宅和这个祠堂。这是他们这个姓氏的祠堂，也是后期大家捐助的，然后统一建起来。我倒进去，这5个来要倒。哎，5个那个。姚氏宗祠，这是我们的族谱。然后这个是这个募捐箱啊。因为这个祠堂是后捐赠的啊。对，大家捐赠的，从这里面就能找到自己的名字。你在哪儿呢？你在哪儿呢？我在哪？我得找找。介绍6000块钱呢。这爸爸出了6000块啊。捐这个祠堂啊。得而幸后裔，以尧姓子孙。舜帝生育。就是你们一直能追溯到舜帝。对。我们北上的路上呢，就来到Melody 他父亲的祖上祠堂过来看一看，因为他父亲呢祖上是在江苏的常州，但是这个地方在他父亲在这儿的时候还归无锡管了，所以呢他一直是称自己为无锡人，而且他爸爸呢上学呢都一直在无锡上中学，甚至后来是上大学。
就是陪我们来的这个康哥的父亲，当年每个月救济了几块钱，10块钱。对，当然10块钱当年是要命的啊。然后资助了他的爸爸读完了大学，有一个特殊的渊源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常州市区，今天我们准备吃一家正宗的百年老店——常州菜老西门，看看这老西门怎么样。老西门，我们现在在江苏的常州，对，看看江苏常州的物价。这是他家，就是排名 No.1 的菜啊，就是这只鸡做的特别好。他必点菜还有什么？老鹅团子，老鹅团子就是团子加鹅啊，炖的大鹅。对。那么这个呢？天目湖砂锅鱼头王，鱼头，这个也。这都是人民币哦。对，嗨，这儿能标美金吗？你这画家。有意思的是啊，这老西门第2季，它是另外一种吃法。第1季和第2季的价格一样的。对呀，就是看你吃哪个鸡。猪血煲，这什么牛肉涮毛肚。百叶，常州特产百叶。常州百叶，叫文火慢炖。就是他家那老西门第1鸡，他这个都是提前就要给你炖。这是那鱼头，好多的鸡呀！百叶麻糕，对，这个是送的，芝麻糕，餐前小食。我要点那个，说不用点，他会送的。看起来不错啊。来一个。这你们吃。后面会有一些一起吃呀，就回来。不错。第1鸡，常州名鸡。第2季和第1季买一个价格。第2鸡是给切开的，第1个鸡是给扒拉开的。好，谢谢。不错。这是大肠豆腐。对，这个就是甜的。常州菜相对都是偏甜一点。对，因为和无锡菜是一样的。甜甜的。特产。常州特产，百叶。这是豆制品。对。他们吃的好吃吧？所以叫厚百叶。厚的，很厚切的就像三文鱼一样的厚切，对。这是桂花，冰豆花，冰的豆花，上面浇上桂花的酱。对。这个是我们这边的特色。对，常州特色。它是炖大鹅的。大鹅没有了。炖一个小鹅。对。所以他们知道我们想吃这个，还是仍然给我们单做了一份。对。但是只有团子，没有大鹅了。所以生意才能做得好嘛。商家会做人嘛。很嫩。这个是。还有鱼丸。天目湖砂锅鱼头。对。剥开这个香菜才能看到它真面目。这是今天消费的。一共421人民币。外边还有好多排队。那常州火车站到了。边上能停就让我下来，你们直接走了。就这个斑马线这里让我停一下。好嘞，看一下后面有没有车。好了，没有车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路上小心啊！再见，谢谢啊！上海见。上海见。
车站很气派。哎呀，火车站都建得很气派。回上海马上就会到上海了，太快了。1个小时多。1等座100多块钱，对，130多块钱。我们选的是到上海站的，不是到上海虹桥站的。对，这样就是交通更方便。好了，把那个堂哥送到高铁站之后，我们就继续北上，对，去往我们这次的目的地。Kevin， 这次我们要去哪里呀？我们要去东北。我们要去辽宁的沈阳。对。刚才 Kevin 一下子导到了沈阳，导航告诉他明天早晨4点钟，如果马不停蹄就能开到。但是我们不会，我们不是这样的性格，我们差不多2天吧。我最讨厌的就是疲劳驾驶这事儿，因为我觉得安全特别重要，就是。我们也正好挑了个时间逃离上海。但是我们想享受一下，就是不仅说走就走，而且说停就停，所以我们呢。这次今天晚上、明天晚上都没订酒店，对，看看开到哪儿累了嘛，找一个酒店就睡觉了，就。而且特别高兴的是，我这个开完药时候我心里阴暗了，看了一下最近10天之内，上海的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上。不是特别理解，都已经对呀10月份，金秋10月了，竟然马上我们这儿已经是要吃大闸蟹的时候了，桂花香的时候了。今年桂花还会香吗？而且就是空气质量特别潮湿闷热。潮湿闷热是常态，但是气温是不是常态？对，因为你别看温哥华平时下雨特别多，但是它并不潮湿。对，那当然这一点是区别非常大的。对，而且北方人刚来南方，我们上海都不适应，什么东西口都要扎紧了，他们没有这个意识，一天就潮掉了。然后我们准备这样，正好到东北避暑一段时间，希望再返回上海的时候，真的能是金秋10月。对，好，现在我们就继续北上，好，沿途看一看我们会有什么新鲜的事，或者好玩的事发生，再和大家分享。洗手间，你看这个司机之家啊，专门接开水，因为那个中国人还是比较喜欢喝开水。你看现在中国的这个厕所啊，它都已经智能化厕所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屏幕上都写着哪些坑位被占用了，里边大概容纳了多少，能容纳多少人，然后已经占用多少人，然后今天一共来了多少人，还有一些Melody说，像一些臭味指数什么的啊，它都有统计。我感觉就是形式大于实际吧，以我一个上厕所的人来说。那你普通人嘛，上厕所不需要这些东西啊。但是这个就体现出，就是中国现在它一个理念，数字化，就什么都要数字化，什么都要加入什么 AI 呀、自动化呀，搞得那么好，高科技啊。卫生间里没有卫生纸。哎，对，缺点就是卫生间里在全中国都不流行放卫生纸，但是呢，厕所里非常干净，地板都发亮发光的。啊，这个地方叫沭阳。对，江苏。对，那么沭阳其实没有什么名气，它最重要的是它隶属于江苏的宿迁。宿迁呢其实也没什么名气，最重要是宿迁出了一个中国的这个大富豪啊，对，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叫刘强东。对，还到美国去出了庭啊，普了法。他也有很多花边的消息和新闻，比如说他当时娶了一个清华的吧，清华的校花什么的，然后也仍然喜欢美国的校花。我们现在是在谈笑风生江苏，我们已经过了长江啊，已经快接近山东了。对。今天呢，我们已经开了500多公里了。当然虽然出来的早，但是现在呢天也没黑呀，因为还是比较早的过程中。反正我们这一路上开过来，感觉车都一直特别多。对，一直都没有。本来以为就是过了长江以北，应该车会变少，
事实上不是啊，对车辆还是特别多。但是倒是没有堵过车，就是车始终都特别多，始终有点像美国高速公路的这个感觉啊。还有这个服务区，对我们感受就是垃圾桶特别多。对，到处都是垃圾桶。待会儿我给你们展示一下，看这垃圾桶站的齐不齐？垃圾桶的位置摆的特别科学。对，就是在车屁股后边。前一排后一排的车中间一正好两排垃圾桶。台车，然后它摆在中间这一排，收也方便，扔也方便。因为这个中国人开长途车的时候，一般都愿意在车里边吃点东西啊。最主要是培养懒人啊，下来就是扔垃圾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他这儿哎，我觉得挺好玩的。我们俩商量了一下，准备再开一会儿，开到山东去啊，直接就跨过江苏了。然后到山东的临沂。对，今天就安营扎寨，也就再开1个半小时。对，其实因为现在才4点半。对，开到6点正好天黑。好，看看临沂的夜景。现在去山东。好，出发。早上好，早上好。一口气呢，我们的背景呢已经换成了叫鲁山的地方。对，这里依然是山东省。昨天晚上呢比较晚，我们就入住了，已经天黑之后了，入住山东的临沂。对，今天早上呢一早上又是天黑爬起来。今天早晨5点出发的。反正倒时差也睡不太着，就起来就可以走啊。Kevin 呢，他开车呢，他有一个比较好的习惯，他宁肯呢早晨6点开车，他也不愿意晚上6点开车。那么确实，昨天的这个路况也是证明了这一点。黑漆麻乌的地方啊，全都是电动车啊，穿来穿去的，行人穿来穿去的。而且他们那边的路灯啊，就感觉就是不亮。最主要的可能是，反正我们住那车太多，也不是临沂的市区里面。反正早起竟然发现他们这路灯早上都不开，等于就傍晚再开。我们今天呢从那个就是京沪高速啊，转到了这个高速叫什么？这叫鲁山呀。不是，这个高速的路叫什么？叫詹林高速。对，走这高速感受真好。对，转过来之后啊，一下子就没有车了，99%的车已经被过滤掉了。我们开在高速上，Kevin第一次开了那个巡航定速啊。对啊，昨天开不了啊，那全是车，他们这儿开车啊，都从你们前面过来，唰唰从你这儿过来过去，你那个安全距离啊，完全达不到我平常在加拿大开车的这个感受。他们不要你安全距离啊，他们觉得你开的那个空档太大了。对，他还觉得你那个为什么不提高那个效率，提升速率，快点开？你稍微慢一点，他觉得你慢，他觉得你前面有一点空档，他就大灯晃你一下，那意思你赶紧走啊，催你啊。反正这儿那个开车的节奏是真他娘的快，而且快到这个就是基本上啊，有一些车都离我这3-5米近啊，都特别近。对，他们就是变道的时候啊，就是卡着你的车变道。对，基本上恨不得就想别你一下，告诉你一下，你开慢了。我昨天晚上跟他那个堂哥沟通了一个感受，就是你啊，千万别在你前面加进来人。一旦你啊前面有空档放进来一个车或者2个车，好，你后边马上就对你意见就非常大了。对，就是你这个影响他的那个时间了。在这儿开车啊，最主要它不是车速快，它是开车的习惯超级不好。反正是变道频繁。再就像中国坐地铁一样，就是人碰人啊也是很正常的事，都不用说 sorry 啊，因为不怪异，不可能人不碰人，因为人密度大。那所以开车呢，车的距离也是像人和人的距离一样特别近。今天到了这个高速休息站，现在可能太早了，现在是早晨7点钟，我们都已经开150公里了，没有什么人。前面走了几个服务区都不敢停，因为没人啊，你谁想到万一进去里边什么都没有？而且明显的感觉气温呢终于低下来了。对，我好像穿着这个短袖短裤啊，
终于好像觉得一点点冷了。预测呀，明天可能就很难再穿短袖了。啊，那太好了，我们就是仅有的短袖短裤，真的，好，我们进服务区里买点早点吧，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来2个大馅饼，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。大的玉米呢？多少钱啊玉米烧透了吗？大的10块钱一个是吧？哎，小的6块钱一个。就是高速价格，反正是。高速价。小超市。做个干米了回来啊！这啊，碰一下啊。大包子5块钱一个。10元，本大意享受碰一下支付优惠。他明儿从河南往这走。正宗的山东口音呢。我看他那个玉米啊，煮玉米6块钱一根儿，可以买一筐了。可以这么说，就在附近村上啊，你卖6毛钱都卖不出去。最主要这个我讲的一点不夸张饼是热的，6毛钱你都卖不出去。但是其实我们酒店有早餐，但是因为我们出发的太早了。对，而且呢，这个反正中国人吧，对高速公路、火车站、飞机场，就是物价就会相对包容一些。你千万不要听别人给你介绍这些地方的这些物价，因为这些物价其实在市面上是没有可比性的。不给你翻个10番，要是贵个3倍、4倍的，那都已经算手下留情了啊。一点几加币嘛，你这么想还是可以的。像我点的这几个火车站、飞机场，尤其飞机场，对吧？几大物价呀，跟社会就是差异比较大的地方。我们反正也就点吧一些早点，看看前面休息区还有什么？看看前面的休息区是不是更贵？就是中国的油的价格倒挺统一的，我这一路走下来全都是一个价，7块08毛人民币。相当于加币1块3到1块4左右吧。昨天在那个江苏的那个宿迁那个休息站，他居然加油还可以自动扣 ETC。对。现在都流行这样啊，车子你看车顶上坐2个娃娃，车后面啊绑一个娃娃，这是我们不是第一次看见了。